Hello， 我们今天是打破医美缪斯，自己配 BGM。我们今天呢又到我们盲画脸的特辑了哈，因为现在盲画脸真的超级爆多、无敌多。自从医美发达之后啊，大家越来越年轻。我小的时候啊，看那些40岁、50岁的人就觉得他们很老。我小的时候那也是快要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不知不觉中，我也是那种应该要很老的人了。不会啊，很多客人都说你现在是青少年，很多客人都说，张医师现在是高中生哦，也变得太帅了。加薪。其实随着医美的进步其实你会发现大家越来越年轻，但是这2年路上的肉包脸也越来越多了。什么叫肉包脸呢？就是人家说的盲画脸啊，填的太多，有点像馒头跟像肉包。盲画脸它真的是填太多造成的吗？它是我只要填一点点就不会盲画呢？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填充呢，其实呢是要很仔细的一件事，而且我非常非常反对过度填充，或是一言不合就填充。法令纹填充，苹果肌填充，都是填就对了。对，这样是不对的。盲画脸第一个原因，填充过度。身为解剖美学的奠基者，我始终坚持解剖分层为基础，结构力学来设计，安全优先是原则。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我们来看一下案例，嘣嘣嘣嘣！如果你恰好是这个照片上的人，千万不要来告我。这个是网络上我们可以抓到很多这种填充过度的人。这个好像是南韩的第一夫人嘛，你看也是填充太多，看之下会觉得哇，他们皮肤看起来不错，可是你会觉得一眼看过去，你就会觉得僵硬，然后脸就蓬蓬过头。这个很明显，真的就填太多了。我们都希望我们的脸没有纹路，可是你知道什么东西没有纹路吗？气球就没有纹路嘛，那这就是填太多。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干货，有些状况你就算没有填太多，也会造成盲画浅层填充。大家看过我之前很多影片就知道，我们的脸呢分成3层浅层、中层、深层啊。我这里插播一下，也会有一些人就说，可是张医师为什么？有的好像要说什么分成5层、7层、几层哈，在医学上所谓分几层，要看说是用什么观点。如果你今天是用显微镜来看，你当然是可以分成很多层。那我们这里所谓的分3层是临床上面来看，我们的浅层是皮肤跟皮下脂肪。那当然皮肤本身你又可以把它分成表皮、真皮、皮下脂肪，表皮层又可以分成7层，巴拉巴拉。事实上为什么我们的浅层就把它合在一起叫皮肤跟皮下脂肪呢？因为我们在做拉提的时候，不是你分越多层越好。你分越多层，每一层就很薄嘛，那是不是就很容易破？那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临床上真正当做一个单位的浅层就是皮肤跟皮下脂肪，那中间的那一层筋膜层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SMART 建模系统，还有一个深层的构造。那浅层填充为什么会造成盲画？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篇很有名的论文这个是国际一位解剖学的大师我跟他一起在同台演讲过好几次那这篇论文非常有名他就在讲说我们的脸特别是你看有一些人他会来抱怨说，哎呦，我在什么地方填充完以后，我一笑就好大2坨。因为我们的浅层呢，指的是在 SMART 建模表面的这个构造。那我们的 SMART 层呢，它上面有一些表情肌，它会运动，会收缩。你想象一件事如果你今天在这个 SMART 的表面你填充一个东西，它一收缩，它会鼓起来。你看这个图，它就在讲说，这个有一条肌肉叫颧大肌，它是我们脸上非常重要的表情肌。这个肌肉是负责让我们笑的。当你填充填在它的表面的时候，你一收缩，它就会往上推，就会鼓起来。所以你看这个是另外的照片，就是你可以看到，当它打在浅层的时候，它一笑就会堆起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些医师他可能对解剖构造不是那么熟悉，他会害怕打在深层，他不知道底下有什么东西。那我不知道什么，我就把它打在皮下脂肪嘛。皮下脂肪我刚刚说它是属于浅层，那你底下的 SMART 建模一收缩，它就堆在那里，那这种堆在那里的感觉就会造成一种盲画现象。所以有一些人他的盲画是没有做表情还好，一笑的时候哇就变成包子。浅层还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下垂这个我之前跟大家谈过，打在浅层很容易会造成后面的一些下垂。
还有一个就是脸上过渡线。什么叫过渡线？我举个例，大家一定容易懂。鼻子的两侧有时候会刻意用这个暗色的深色的这个笔去修容一下，那样鼻子看起来比较立体。我们脸上呢天生有些部位呢，我们也是需要有一点阴影的，看起来的呢会比较立体。可是如果你把它想说，我把它填起来，脸就好圆润了，对不起，你脸就会看起来比较蛮化。我们来看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像这样的脸跟这样的脸的差别。我们的脸呢其实有一些过渡的地方在哪边？比如说像我们的脸颊侧脸的这个位置，侧脸这个位置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有一点点过渡线。再比如说很常见一个地方，额头跟太阳穴的这个交界的这个地方，额头跟太阳穴这个地方，如果你太凹，它会陷下去，没有错。可是我们在填充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过渡的感觉。如果你整个把它都填起来，你少那个过渡线，你看起来就会怎么样？变得很膨胀。像它，你会觉得它整个脸就完全没有过渡线，它整个脸看起来就会显得很肿胀。过渡线这个观念很重要。过渡线要怎么抓？教大家几个原则这个几个原则其实常常也是大家会在意它凹陷的地方，但是我跟大家说，这几个地方千万不要过度填充。有一个很简单过渡线抓的原则，就是每一个骨头跟结构交界的地方，比如说额头跟太阳穴这里有一个过渡线，太阳穴跟颧骨这里有一个过渡线，我们的颧骨跟脸颊这里有一个过渡线，中脸跟下脸这里也有一个过渡线。这个过渡线呢，有的时候我们的确不希望它太凹陷，但填充不要过头，不然看起来会太蛮化。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画面中的这个图，你可以看到画面中你看它的额头太阳穴它就有这个分隔线，这个分隔线它代表的意思就是所谓的过渡线。那这些过渡线呢，我们有的时候就要注意，有的时候不要把过渡线的部分把它完全抹掉。我举个例，你看比如说额头有些人填完你会觉得它很像寿星公，就是因为它梯形跟两侧这个部位这中间的过渡它完全没有变成是一个圆很挺的状态，你就会觉得它额头过度填充。再比如说我们也很常见，就是颧骨的上缘跟下缘有时候填充过度的时候，你就整个脸看起来很圆。所以过渡线重不重要？它非常的重要。这什么意思？外面有很多的打法，什么极点拉提法、金字塔什么各种拉提法，它的方法就是打填充进去拉提。然后你会听到有一派的说法，就跟你说，我们注射这个东西进去可以强化韧带。首先这个做法我也没有那么认同就像我之前讲的，这些所有填充物呢，它是软的东西，就像水泥。这些水泥在你的脸上，你脸上有很多的液体，有血水啊，有这个组织液，它永远都不可能干的跟水泥一样嘛。它永远都是比较软的东西，吸收之前它都是比较软的。一个水泥，啪，你把它打在墙上，它一定会慢慢往下滑。它绝对不是像你想象中说，像一根柱子在那里可以帮你挺在那里。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们脸上所有的这些韧带呢，它的位置几乎都是长在哪里？骨头上面比较多。这个韧带呢，它从骨头长出来，把我们脸上的这个脸皮跟我们的这个 SMART 腱膜固定在骨头上。所以这些韧带呢，就是像图钉一样的构造。今天呢，我们要打填充物呢，它要来强化韧带，所以几乎它的打法都怎么样？打在这个韧带的旁边，很常见的一些打法，比如说我们常听到拉提苹果肌的打法呢，打在这个位置，打在颧骨的这个位置。他认为说，打完以后苹果肌会稍微上提，泪沟也会稍微改善。但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没有？颧骨往往是最凸的一个点，那这个时候打完你的这里就会更高。再比如说，在打眉毛的拉提，很常见的一个打法就是打这里，打在这个眉骨的这个位置来做拉提。打完以后，这个地方怎么样？就会显得太凸了。再比如说，打下颚线，最喜欢打的位置就是打这里。那打完以后会怎么样？这里可能就会更宽。所以这种什么拉提法，很多人打完以后，其实常常都会觉得好像会觉得有点蛮化，因为这些拉提法，它的其中几个重要的施打点都是在骨头的最凸点。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图，那这个图你看它颧骨打了以后，你看就它整个显得很蓬，很可怕。我们看下面这个更可怕，这个当然是
是一个很极端的状况，它除了填充过多之外，它也把过渡性也填掉，而且又填在骨头最凸点。你看它的额头，我们额头啊，往往其实最凹的部分是在这个位置，那骨头最凸的点在上面。可是你看它在骨头最凸点的地方施打，那整个看起来就会过度填充，看起来很像很外星化。所以在骨头最凸点填充，很容易会造成这样的问题。注射拉提的方法里面，它往往就会选择骨头最凸点去填充，这样就特别容易造成盲化，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再来下一个观念，外轮廓跟内轮廓交界处的地方填充。什么叫外轮廓？什么叫内轮廓？这个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脸最外面的这一圈呢叫做外轮廓。那在我们脸部内侧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从这个眉尾到我们的额头中心、下巴中一点这样，这叫内轮廓。这个内轮廓跟外轮廓之间呢，这个就是所谓的面部折叠度。大家最近这一两年有听过这个词，想知道面部折叠度比较完整的概念，我之前有录过一集跟大家讲什么叫面部折叠度，有兴趣可以赶快去看。我们在做填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很在意一件事，就是内轮廓的部分我们希望它立体，外轮廓的部分呢我们希望它是比较平顺。可是大家特别注意一件事哦，内轮廓跟外轮廓之间的位置，如果我们去填充，就特别容易让它看起来脸变得更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外国人他的脸为什么看起来比较立体？因为你看他的内轮廓跟外轮廓之间看起来是比较窄的。所谓比较窄的意思就是我们来看，假设内轮廓的点是在这儿，外轮廓的点是在外面，我们会希望内外轮廓之间它的斜面是这样斜的，而不是这样宽的。大家懂意思的吗？所谓的面部折叠度高，就是内轮廓跟外轮廓这个地方的点呢是这样斜的，叫面部折叠度高。如果是这样子比较扁平的，叫面部折叠度低。如果你今天在这个内外轮廓交界的这个地方做填充的时候，就很容易让脸看起来蛮化。脸颊凹陷也是有学问的哦。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若宁，脸颊的凹陷分成前颊凹、中颊凹跟后颊凹，它有什么差别？关于这个脸颊凹陷这三型呢，详细呢我们之前有解说。前颊凹呢不是每个人都有，它不能填充太多，填充太多会变成嘴边肉。后颊凹这个地方呢也不能填充太多，因为填充太多呢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脸看起来变得比较宽。那中颊凹呢是我们比较讨厌的，因为中颊凹在的话看起来脸会比较苦命。这里面的后颊凹就是一个内轮廓跟外轮廓交界的地方，如果你填充过头，就会让它脸看起来过度蛮化。今天我们在做填充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有时候在跟医师沟通，你就会知道说这几个地方医师你不要帮我填，或者是咨询师你不要为了卖我东西，或是为了要说服我今天买3瓶送2瓶，所以就叫医师硬塞硬塞硬塞，塞得我整个脸从这个小巧可爱变成大馒头。填充在肌肉的起始处也会导致蛮化。刚刚我们讲到一个东西呢，就是颧大肌嘛。我们举例颧大肌呢，它就是我们脸上笑容起来的一个点，它呢就是从我们的颧骨到我们的窝轴。这个颧大肌呢，我们来看一下若宁的脸。我们今天一直看那边，因为那边长痘痘，我怕大家反胃。颧大肌呢，它的起始点在颧骨的下缘。如果你今天在填充的时候，你填在这一区，也会造成它的脸看起来怎么样？太圆。就像我们现在照片后面这样的一个脸，看起来就太大。大家突然可能会想一下，回来看这个若宁的脸。刚刚翻译师有说到一个，很多人打填充拉提的时候，也会造成他的这个蛮化。那现在又说打在肌肉的起始点会造成蛮化，这两个点是同一个点吗？其实它是不同点，因为一般会用注射来拉提，通常打的是颧骨上方，这个颧大肌的起始点是颧骨下方所以像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打，很容易造成蛮化。还有哪些地方是肌肉的起始点，容易造成它的这个蛮化呢？蛮化最多都是那边很多，对不对？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大家没有注意到，我们来看这里是泪沟嘛，可是很多医师在填泪沟的时候会把它填到泪沟的下方，有没有看印象？有些人下方这里会有一条，然后他就会觉得脸看起来很大。我们来看这个图，其实这个人他也有填他泪沟下方，你看这里，那这个地方也有一条肌肉，这地方有我们的提上唇鼻翼肌跟我们的提上唇肌的这个内眦，那这个地方也是起始点，那填在这个地方呢，看起来也会容易造成让他脸看起来比较不自然。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条肌肉的起始点，是我们眼轮匝肌的 medial band 我好像讲太多了，这个包含很多医师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如果你是医师在看这一集，想要知道我刚刚讲的详细解剖构造，欢迎来参加我的读书会。我们读书会现在已经200多位医师，每个礼拜都会看全世界各种新的论文那眼轮匝肌的起始点在这儿，那就会造成他笑的时候会鼓起来。你如果打得太浅，
你底下的 SMART 腱膜一收缩，它会鼓起来。这个地方又是这几个肌肉的起始点，也会造成它鼓起来，也会造成另外一种形式的蛮化。所以其实填充呢是有学问的，但现在已经有点泛滥，都容易把脸当马路一样，咨询师怎么卖我就拼命填，造成了很多蛮化。再来，填充导致下垂，会造成更可怕的蛮化。已经有非常多的案例了，填完了哇，以为这样是幼态脸，蓬蓬的，因为小朋友嘟嘟的很可爱，但是呢不是蓬蓬的，这就代表它一定是幼态，对，因为蓬蓬还要挺。我一直强调一件事，你想想看，你所有可以注射的东西，它都是像水泥一样是凝胶的东西，啪打在你脸上，过多了或是存在太久了，它一定会下垂。你看就会造成这样的下垂，非常可怕哦，各种填充过度导致的下垂。那这个是幼态脸呢？这不是幼态脸啊，它很蓬，但它不是幼态，所以填充呢，我们不要导致像它这样子，整个掉下来。那它有些注射的方法是可以让它避免下垂的。这些方法想要知道怎么样吗？如果你是医师，来讲讲我们读书会；如果你不是医师，你是像我们现在荧幕里面绝大部分的求美者，那你就要找一个对解剖构造熟悉的医师。记得蛮化脸不是等于幼态脸，这非常的重要哦。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的观念，可能就会大家赫然发现一件事：原来造成我蛮化原因不是因为填太多。我有时候客人都会私讯我们诊所，你讲了很多都有道理啊，我都知道都是医学上研究的东西。好，那我要怎么一个简单的方法知道对方有没有叫我过度填充？如果今天有一个诊所叫你一次灌超过5支5瓶，你就要小心是不是过度填充，除非你本来真的很干很瘦，不然我其实个人是很反对这样卖的。糟糕，我这样好像得罪很多人。没关系，前面一句什么没关系？我之前因为得罪人，就有人派网军来我们各个地方留言骂我们，或是在一些群组里面假装是我们客人在那边骂我们。你看之前我讲过某个产品以后，他们那个报复我们。好了，有人叫你买5支，你就买好了。你是他当正义的使者吗？如果今天大家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对大家有帮助，欢迎帮我们点赞，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你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跟我们的小编说，他会把我一本微整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微整的观念的电子书送给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希望对各位有帮助。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没效才是最贵，想做就要找专业。拜拜。看了我们今天的影片之后呢，对你是不是很有收获？你要不要确认一下今天这个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赶快来做以下这些题目哦。